2001年，还是喜剧演员的泽连斯基来莫斯科演出时，见到了前来观剧的普京。激动的他不禁在舞台上向普京喊话：“普京先生，您带我走吧，就当给乌克兰抵债了。”惹得全场爆笑。演出结束后，普京上台与参演人员握手，泽连斯基又趁机对普京表达了他的崇拜。他说：“我的偶像，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居然真的见到了您。”此时任谁都想不到，眼前这个忠实的普京粉丝，日后竟会成为全球第一普黑。时光荏苒，23年后的达沃斯论坛上，已经成为乌克兰总统的泽连斯基恶狠狠地隔空咒骂普京。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普京和他的子孙后代都注定永无宁日，得不到安息。他甚至还表示，只要抓住机会，就会对普京进行暗杀。问题来了，泽连斯基是经历了什么，对普京的态度转变如此之大？从昔日崇拜的偶像，到如今势如水火的仇人，戏子转总统的泽连斯基，又是如何在黑普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众所周知，在当上乌克兰的一把手之前，小泽是一名喜剧演员。1997年，还在上大学的泽连斯基应乌克兰娱乐节目团队 KVN 的邀请，与 KVN 的成员共同组建喜剧表演团队95街区，兼任演员、队长、编剧数职。而凭借俊朗的样貌、非凡的喜剧才华，泽连斯基很快成为了95街区的骨干人物。大学毕业后，拿到了法律专业文凭的他，仍选择继续深耕喜剧行业。在他的带领下，95街区进一步发展，拥有了工作室，还加盟了乌克兰国际频道，影响力愈发扩大。泽连斯基本人也凭借出演《与星共舞》《都市爱人》等电视剧，逐渐成为乌克兰家喻户晓的艺人。这一时期的小泽对俄罗斯的态度还是相当友好的，他常常会带领团队赶赴莫斯科登台表演，时不时还能见到普京亲自来捧场。2013年，在堪比俄罗斯春晚的跨年节目《蓝光之夜》上，泽连斯基更是登台献唱《新年之歌》，举手投足间活力四射。然而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成为了一切的转折点。2014年初，在乌克兰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后，克里米亚半岛局势陷入了动荡状态，克里米亚内部脱欧入俄的分离呼声越来越高。尽管隶属于乌克兰，但克里米亚地区的居民却以俄罗斯族为主，乌克兰人反而成了少数民族。因此，克里米亚内部主张回归俄罗斯的呼声最为强烈，分离团体的活动也十分活跃。2014年3月16号，克里米亚举行了全民公投，最终 96.6% 的选票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普京随即签署总统令，承认克里米亚共和国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此举引发了乌克兰人的强烈不满，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行径无异于侵略扩张，因此举国上下充斥着对普京的口诛笔伐，反俄情绪空前膨胀。一年，由泽连斯基主演的电视剧《人民公仆》在乌克兰电视台播出，而这也将成为小泽命运的转折点。在喜剧这一块，小泽可谓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不像只热衷于讲低级笑话的普通演员，在他以及他的团队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辛辣的政治讽刺。人民公仆也不例外，泽连斯基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草根教师总统瓦夏，他的对手是一位热衷于扩张领土的大国总统，在剧情中时常威胁侵吞乌克兰领土。剧中他直言不讳地称这位总统是一位独裁者、脑满肠肥的野心家，还痛斥道：“你连呼吸都在撒谎，连国土都要从别人口袋里偷。”从大国总统、侵吞领土这些字眼不难看出，剧情含沙射影的正是普京对克里米亚的扩张政策。而这部剧在乌克兰火得一塌糊涂，小泽则成了乌克兰最具影响力的艺人之一，甚至还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捆绑效应。由于他在剧中饰演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使得许多乌克兰民众觉得他就是当总统的料。对于绝大多数演员而言，将剧中人物与自己绑定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有可能会阻碍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但小泽不一样，他真相信了自己就是当总统的料。2017年，泽连斯基借用人民公仆的名字注册了人民公仆党，向外界发出了从政的信号。到2018年下半年，泽连斯基已经登上了乌克兰总统候选者的热门名单上。此时他本人甚至从未表示过将要参选总统。到了12月31号，小泽不装了，在乌克兰电视台的新年祝贺中，往年作为艺人出现的他一改常态，端坐在摄影机前，郑重其事地宣布了自己将要参选乌克兰总统的消息。喜剧演员竞选国家总统，够魔幻吧？更魔幻的还在后面。以演员身份杀入政坛的小泽，仅用了1个月时间，便将民调支持率超越了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乌克兰资深寡头政客尤利亚季莫申科，成为乌克兰最有希望的总统候选者。2019年4月23号，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显示，统计全部选票后，泽连斯基的得票率为 73.22%， 力压得票率仅为 24.45% 的波罗申科，直接把波罗申科给看傻眼了。半路出家的泽连斯基实实在在玩了一波扮猪吃老虎。就这样，泽连斯基正式当选乌克兰第6任总统。而从竞选总统到出任总统这一时期，泽连斯基都主张修复跟俄罗斯的关系，尽可能避免流血冲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领土争端。显然，此时的他还期待着俄乌重归于好的那一天。
但一切都以普京政府不愿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而潦草告终。此刻的他如同一个在舞台上唱独角戏的喜剧演员，卖力的表演换不来掌声，回应他的只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沈笑。时间一久，这位演员总统缺乏能力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乌克兰民众对泽连斯基久无成效的改革深感失望，他竭力推动乌东地区停火的行为，也引发了乌克兰军方和国内右派的强烈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往他身上贴亲俄的标签。到2021年初时，民调显示仅有 12% 的人非常认同泽连斯基的政策及行动，超过半数以上的民众持不赞同态度。而面对扭转一泻千里的支持率，小泽不知道在哪里实现了龙场悟道。演员出身的他选择重操旧业，在辽阔无垠的国际舞台上开始了他的卖力表演。这一次他的角色人设是普京的死对头。从普粉到普黑，小泽如何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人设的蜕变？除了国内反俄情绪与一厢情愿的谈判笑话之外，答案已经十分明显。成为普黑能让他拿到此前难以想象的好处。自从跟普京大帝作对之后，小泽扭头一看，好家伙，整个北约成了他的粮仓银行军火库，大洋彼岸的鹰将还时不时送来美钞，端上美械军火，拍拍他的肩膀，让他好好打仗。这种天上与地下的反差感，如同一个遭受冷眼嘲笑却忽然得到失传天阶功法的小说主角。演员出身的小泽怎么可能拒绝这种诱惑呢？时间回到2022年2月24号，为回应乌克兰企图加入北约而造成的北约东扩局面以及顿巴斯冲突的影响，普京正式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冲突自此正式拉开帷幕。3月24号，泽连斯基签署2021年第117号总统令，要求乌克兰重新占领合并目前处于俄罗斯控制下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凡堡地区，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紧张的局势下，俄乌双方在乌东边境陈兵数万，战争一触即发。时至今日，3年前第一发自枪膛射出的子弹仍在这片土地上徘徊，看不到停下来的希望。2024年1月15号，泽连斯基抵达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翌日的发言中，泽连斯基当众诅咒普京及其包括女儿、孙辈在内的后代不得安息，不得好死。这不是泽连斯基第一次在媒体镜头前关心普京同志的身体状况。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就曾声称，如果弗拉基米尔·普京死亡，莫斯科所有工作将会陷入停滞，克宫将会着手处理国内矛盾，俄乌冲突就将提前结束。除了在言语上攻击普京本人之外，他还试图从根本上否认苏维埃政权，以此来激发更多人对俄罗斯的仇恨。2020年1月，泽连斯基在访问波兰时公然指责苏联与德国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罪魁祸首，而波兰和波兰人民首当其冲，成为两个集权体制相互勾结的受害者。2023年5月3号，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忽然传来尖锐的爆鸣声，两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朝总统府邸发起了袭击，克宫屋顶发生爆炸，出现大火球，好在普京躲过一劫。无独有偶，2025年5月20日深夜，普京乘坐的直升机刚降落库尔斯克州，46架海妖3自杀无人机便呼啸着扑来，并分成了3波，每一波都组成乌泱泱的蜂群，一波潜伏企图绕开雷达，一波佯攻吸引火力，一波则直接扑向普京所在的库尔斯克2号核电站工地。好在俄罗斯防空部队反应迅速，将无人机全部拦截了下来。对于这样的惊魂时刻，普京倒是显得相当淡然，他甚至开玩笑地打趣道，这算是我见过最热情的欢迎仪式了。大家都看出来了，自俄乌冲突以来，泽连斯基就一直忙个不停，从北纬跑到南纬，从西京跨到东京，为支援乌克兰前线而满世界拉赞助。与此同时，他还一转此前对俄罗斯的软弱态度，多次公开叫板普京，像当年人民公仆里一样，将其形容为侵略者、独裁者，与这位昔日偶像彻底撕破了脸皮。而他在冲突中所展现出的对俄强硬态度，也让他的支持率迅速回暖。2025年3月，乌克兰某主要民意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相较此前再度上涨了10个百分点，目前已经达到了 67% 左右。谁成想，这位曾因能力不足、疑似亲俄等标签而遭遇政治危机的演员总统，居然在战争与仇恨所编织的罗网中，迎来了政治生涯的第二春。泽连斯基对普京的恨之入骨，究竟是像他表现出来的一般发自内心，还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作秀？无论如何，这位演员总统被仇恨所冲塞的面具，或许已经与他的脸融为了一体，彻底无法再度取下。一个仅占全球 2.4% 陆地面积的国家，却要养活全球 17% 的人口。印度面临的情况真可谓是天崩开局。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人口还在不断增多，但印度却并没有因为人多而陷入崩溃。于是，关于天崩开局的印度是如何养活14亿人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好奇者的谈资。当我们拨开重重迷雾，窥见这个问题的真相时，就不得不感慨，印度的手段真的给中俄
上了一课。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能养活多少人，关键在于它能产多少粮食。尽管印度人均耕地极其有限，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但这片土地在农业生产上却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能够在天崩开局下，甚至在全球农业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从自然条件来看，印度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可耕地面积却相当可观，约占全球耕地面积的 11%。虽然土壤相对贫瘠，但也适合种植特定的经济作物，比如棉花和花生。而东北部地区降水充沛，适宜水稻种植，这些自然条件为印度农业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其次，印度的季风气候虽然带来不稳定性，但总体而言，每年从6月到9月的季风雨是印度农业的生命线。尽管降水的分布并不均衡，但每年这场雨季还是能为大部分耕地带来充足的水源，使得印度成为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实现一年多熟的国家之一。在绿洲农业较为发达的旁遮普地区，当地农民甚至可以种植2到3季小麦和水稻，大大提高了单位土地的粮食产出效率。虽然过度依赖季风降水，使得印度农业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在整体上，季风仍然是印度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如果说自然条件为印度农业奠定了基础，那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绿色革命则是改变印度农业命运的关键。上世纪，印度曾一度依赖粮食进口，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困扰了政府。然而，在绿色革命推动下，印度大规模引入高产抗病的小麦和水稻品种，同时大力推广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尤其是在旁遮普邦等农业核心区，机械化程度的提升和水利工程的建设，让农业生产效率有了质的飞跃。印度由一个曾经的粮食进口国，逐步转变为如今的小麦和大米出口大国。这一变革奠定了印度农业的基本稳定。尽管印度在农业生产上具备一定的优势，并依靠绿色革命实现了粮食自给，甚至成为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之一，但这一福地却并未真正惠及所有印度人。事实上，在这个全球粮食产量排名前列的国家，仍有大量底层民众挣扎在饥饿线上，每日的温饱问题仍然难以解决。与此同时，印度的大量粮食却流向国际市场，以满足出口需求，而国内贫困人口却依然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这种看似矛盾的局面折射出印度农业体系的深层问题。最明显的是，印度的粮食分配极度不均。虽然印度在绝对产量上已经能够养活其庞大的人口，但粮食如何分配才是决定民众能否真正吃饱的关键。印度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长期存在，许多底层农民即使从事农业生产，也无力承担高昂的粮食价格。由于缺乏完善的粮食储存和分配体系，大量粮食并未真正进入贫困人口的餐桌，而是被囤积浪费，甚至成为出口商品。政府的粮食补贴政策虽然覆盖了一部分人群，但由于官僚体系低效、腐败严重，许多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依然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供给。与此同时，印度的粮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出口，而非优先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全球主要的小麦和大米出口国之一，印度政府长期鼓励粮食出口以获取外汇收入，并维持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然而，这种策略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印度的大米和小麦远销海外，但国内市场上粮价高企，许多贫困人口依然买不起主食。除了农业本身的问题，印度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失衡也是导致粮食短缺与出口矛盾的重要因素。印度农业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在其他领域，比如经济等，也面临困境，这就导致印度养活14亿人口的困难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开始出奇招，比如收购外资。在这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可以说是深受其害。印度的第一大奇招便是吸引外资，然后在合适的时机果断反噬。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手机厂商便成为了最明显的受害者。2014年，正值全球智能手机行业快速发展之际，印度却仍然是一片科技荒漠，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极低，与全球先进市场严重脱节。为了填补这一短板，印度政府主动向中国厂商伸出橄榄枝，推出一系列投资优惠政策，欢迎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对中国手机品牌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印度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众多中国品牌纷纷响应号召，开始在印度建立生产线，设立分公司，并迅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短短5年内，中国厂商便帮助印度完成了从手机荒地到全球第2大市场的跨越。仅2019年1年，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便突破了 1.5 亿台。然而，等到中国企业把市场培养成熟，印度政府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他不再是那个满脸笑容的投资合作者，而是开始不断向中国企业设下障碍，寻找各种借口进行打压。印度政府首先提高了进口关税，让中国企业的成本大幅上升，紧接着又祭出了外汇管理法，通过各种手段指控中国企业涉嫌违规经营。2022年，印度政府对小米发起调查，指控其逃税，要求其支付65亿卢比的巨额罚款。但这仅仅是开始，印度随后又以违反外汇法规为由，冻结了小米价值555亿卢比的资产。几乎在同一时间，印度又把相同的套路用在了另一家中国厂商 vivo 身上，扣押其46亿卢比资产。印度先是利用中国企业完成市场建设，然后在时机成熟时翻脸收割。如此果断且精准的布局，让中国厂商措手不及。如果说对中国的收割是通过政策打压外资企业，那么在对俄罗斯的操作上，印度则采用了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货币陷阱。2022年，在国际局势的动荡之下，俄罗斯决定推动卢布结算机制，以削弱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这个决定得到了印度的积极响应，双方迅速建立了卢比结算体系。看似是一次互惠互利的合作，但实际上印度的算盘打得更精。在该结算机制下，俄罗斯不断向印度出口能源，而印度则以卢比支付。然而，卢比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性极低，俄罗斯手中的卢比无法在其他国家使用，唯一的用途便是在印度购买商品。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俄罗斯的账户上很快积累了超过3万亿卢比，按当时的汇率折合约400亿美元。俄罗斯原本计划利用这笔庞大的资金从印度进口商品，然而当他列出采购清单时，印度却开始耍赖，表示问啥啥没有，根本无法满足俄罗斯的采购需求。换句话说，俄罗斯虽然拿到了大笔卢比，但这些钱却成了废纸，因为他根本买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更严重的是，卢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公信力本就不高，汇率波动剧烈，俄罗斯的财富因此大幅缩水。随着卢比持续贬值，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在不断流失，就连两国之间的债务关系也受到了影响。最终，俄罗斯不仅没能通过这笔贸易获利，反而因为持有大量贬值的卢比而遭受重大损失。而对于印度而言，这场货币游戏却帮助其成功推动了卢比的国际化进程，让本国货币的影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印度的这些奇招看似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手段，但实际上都带有极强的算计。这种策略或许帮助印度在短期内获取了巨大利益，但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其商业环境和政策稳定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